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对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请宇宙协助抽牌，感恩宇宙。好，我们先看一下这6张牌哦。首先呢，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哦，就是你们现在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跟你相遇啊，对他来说呢，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哦，就是你们在他生命中的这个顺序或是说地位是非常的特别的。然后我觉得他目前对你的感觉有一种好像他正在想着你的时候，有一种为你伤神的感觉。这一组的朋友，我感觉上呢，你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伤。好，不知道你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呢，遇见你对他来说是他生命中很重要、很独特的一件事情哦。那如果你跟这个人之前有过一些误会，有过一些争执，你们有一些悬而未解、讨论没有达到共识的议题的话，他现在呢，我觉得我看见他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愤怒在，这个愤怒源自于他对于这段关系，对于他自己，还有对于你有一些无法达成的期待。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愤怒里面呢，其实藏着一个很深的在乎，因为这包含了他的理想，就是他想要去做的事，想要为关系做的事情，以及他的这个想要对关系发展的一个想法，还有他的脆弱。他把这些东西我看见他有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与你讨论哦。那当他去交出他心中的一些理想想法的时候，他也意识到他自己可能会因此受伤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愤怒里面呢，其实有着一些他的不满意跟不满足哦。这个不满意跟不满足里面也有包含了他自己，他对于这段关系，他觉得他想要去守护，但是却无能为力。然后他被他内心各种的这种思绪，还有心中伴随而来的那些无力感所压倒，所以呢，表现在外的就是一种愤怒的感觉。他对自己生气，对你生气，对这段关系生气。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这种平凡的日常中去守候他内心这个很深刻的一个在乎哦。所以我觉得他想到你的时候，这个感觉就好像失落的一角一再一再的被触及。那有的人我觉得他的这个愤怒表现出来，表现在外是转化成一个语言的形式，有的人是转化成行动。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他过去可能有对你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或者是什么不适当的话。那这个呢，我觉得他并不是故意的，而是源于他自己内在因为这段关系，其实他的内在也有一点好像失去控制，可是他又不想要去承认自己失去控制，因为他应该也是一个蛮爱面子的人哦。他被你们，就是他被他在乎的人所伤害，他觉得你没有理解他，进而他会将这些不满的情绪发现在你身上。所以看到第一个感觉是这种有一点愤怒，有一点无力哦。好，我们再来继续深入的看一下哦。Six of Pentacles, Ten of Cups, Ace of Swords。好，
我觉得这个人呢，其实这段关系你们两个的开始的这个，就是起初的那个开展是很甜蜜的，或者是有一些误会，有一些不开心的。对他来说，这段关系一开始的那个展开方式，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说，他很高兴你们今天有开始有认识，因为很多缘分在双方这种没有勇气，或者是阴错阳差之下，可能就错过了。可是呢，不管你们的开始的方式是怎么样，他觉得很开心的，就是有开始因为他觉得他在你的身上有让他感觉到被接纳，不管是现在是持续的有这种感觉，还是曾经有，但是他就是有意识到你们有愿意去接纳他。那对于有人愿意跟他开始发展这一段关系，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荣幸最初他是这样子认为的，他其实蛮喜欢接近你，也蛮喜欢了解你，他希望能够更深入的去探究你们的内心。那这段关系我觉得他在想着你们，他对你的感觉的，他在想着这段关系的时候，他的内心有一种感觉是，好像你们的关系中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打开，需要被坦诚，就是需要去说明白的。那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他一方面也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讲的这么清楚，或者是表述的不够真实那他其实也还在思考，因为他如果要完完全全的坦诚自己，其实代表说他必须要卸下他心中的防备，说出内心会令他很不安的一件事情那假设过去刚刚说过你们两个有争执，然后这个错误又比较可归责于他的话，他内心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呢，他到底要不要去承认说，他的错误，或者是说承认是，他对你疏于照顾，因为他觉得他很害怕，他承认之后，你对他的观感是不是会有变化，或者是说他承认他其实没有做的这么理想，他卸下这个武装之后呢，你们会不会离开他，还是避开他，或者是接纳他呢？但是我觉得他内心是有很想要去跟你坦诚的，他内心很想要借由这个坦诚从失去的状态再次达到一个平衡，因为他觉得这个坦诚其实也代表了真实，这个真实是愿意打开入口，愿意让你进到他的内心来，这个是我觉得他是这个。坦诚对他来说是一个能够让他在心里找到归属的地方，也是让关系回归的第一步。同时我觉得，他也试着想要去跟你做一个好像告解、告白等等，来让他的这个内心达到一个比较自由舒畅的状态，就是压抑了太久，他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想说的。那他希望他能够坦白去说出当时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吐露的实情，或者是告诉你们说他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而且我觉得他怀抱着希望可以被你去接纳。这个接纳是什么呢？我觉得他蛮希望你们可以去陪伴他去面对他曾经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然后也陪伴他去寻找一个不会再让关系重蹈覆辙，不会再让关系好像有一个撕裂的那种方法。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呢，对方对你的感觉，他还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好。Come to the edge， 好，在这个边缘上好像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好像有一种悬然欲泣，他活在一个悬然欲泣，快要哭了，几乎要哭的这个边上，他内心是很挣扎、很混乱的。可是呢，看起来他的外表又很像这个在跳舞一样，就是很优雅，很像想假装自己没有事情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蛮需要勇气，他需要勇气去前进，去明白内心的爱。
对他来说呢，你们两个的相遇有的时候很像是两个暴风雨在碰撞。那这个边界啊，有的时候是很模糊、很脆弱的。两个人在这个暴风雨的这个交汇中，好像需要找到一个空间去安放彼此的内心，然后需要在那个边界中去找到一点空间去呼吸。也许你们两个都是这种，个性都是比较要强的吧，然后内在都有一个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输的这个力量，所以有的时候对他来说呢，他也是蛮，就是我觉得他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也是蛮有那种觉得内心受到碰撞，有的内心受到冲击的感觉。那我觉得他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他自己的内心，如何在这个好像有一点受伤的过程中，更加勇敢的去爱，因为勇气就像肌肉一样，要常常使用才会长大。那我觉得他的这个对你们的感情是有的，可是如果他没有使用他的这个勇气啊，他其实会去否认内心对你的情感，对你的依恋，因为我觉得他的情绪处在一个过度的状态。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的话，他会需要自我保护，那让自己好像先休息一下，再往前走，不然直接去接触的话，我觉得他内心那个勇气没有长出来，他可能会失控，就是内心会失序啦。那当他呢还不够成熟还没有长成能够面对你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先在内心否认对自己的在乎，因为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这个能量也是蛮强的。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们其实也是一个不是很好，怎么说呢，在关系中不是很好控制的人。可能你们是那种外柔内刚，或者是蛮有自己想法、蛮有自己主见，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那在关系中啊，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控制你们，或者是说去主导你们，然后就是他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碰撞，需要去面对这样子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想法，然后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己也要非常的坚强，非常的有勇气，才能够与你们肩并肩的走在一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Thinker， 好，他在思考。我觉得啊，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是断联的朋友的话，其实他有在思考要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回归，或者是要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接近你。然后我觉得他心中啊有一种呐喊，就是这个呐喊有一种美丽又残酷的感觉哦，就是当他期盼的关系的形式没有办法去实现，或者是说在可见的未来内他觉得不能够再实现的时候，有一种他好像会在心中放弃希望，然后处于一个绝望的状态，可是这个绝望呢又不愿意放弃，所以他就处于一个在绝望中等待，在绝望中思考的感觉。然后在他还没有找到新的相处方式之前呢，我觉得他会需要时间，慢慢的去调整他自己的内心，慢慢的去愈合他自己，他需要愈合的时间哦。那假设是断联或者是说冷战的朋友来看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他比较不希望再用先前的那种接触方式，或者是再用先前的那种方式被接触到跟你们相处，因为他不想再用相同的方式去在关系里冲撞、触碰、被触碰、被伤害。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个交汇啊，是那种有点虐恋的感觉，好像有的时候一追一逃，然后你逃跑，他又追上来，或者他逃跑，你又追上来，两个人有一种难分难舍，很纠结，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一直写下去的感觉哦。那我觉得他会觉得
他的内心其实有一点失望，是他觉得他对于关系最初的那个具体的那个期待，他其实没有达到，然后进而会觉得对爱失望了。但是他内心其实也有反省，也有思考，就是说呢，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永永远远的去满足他，永永远远的能够用他所期待的方式来爱他。所以我觉得他内心也有在反省。如果他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别人要永远要以他期望的方式出现，然后以他期望的方式去，好像跟他相处的话，以及都是照着他的这个行为模式走的话，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想法，然后也可能真的很难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完完全全的符合他100%的条件，而且是永永远远的配合的这个他心中的这个理想的爱的方式去走。他有在思考，他有在反省，所以他渐渐的调整他对爱的期盼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羊，好，羊哦，这张牌出现很有意思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这个人他其实对于关系，我刚刚说过有绝望的这一部分，但我觉得这张牌让我看见一个比较积极的，就是刚刚说过他的这个绝望是，虽然呢他对于关系目前还找不到解放出口，可是他是在绝望中等待，他没有那放弃。那我觉得羊这张牌出现，其实代表说他其实不是一个一直要记着过去的不愉快的人，过去的种种事情啊。他虽然是记得，可是他没有很强烈的情绪波动了，就是他没有要记仇。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啊，你们两个的自我意识都很强哦。有的时候别人越说不要，就越要去做，所以我觉得羊啊，其实也代表说。你们两个好像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方式去融合这两股能量。你们相处的时候可以不一定要去碰撞啊，你们两个可以往更大的目标去前进。你们可以做一个结合，然后一起去好像抵御外物对抗，而不是两个人在关系里面消磨消耗嘛。那其实这个人呢，他明白，他不见得知道人生中的所有答案，但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在这条路上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前进哦。他有在设法的去了解他自己，也有在设法的去了解那个与他相伴过的你，或者是说相伴中你们还在一起的话，就是目前还在他身边的这个你哦。他其实有明白说，如果两个人前进的步伐跟速度不一致的话，总会有一个人要先停下来等一等，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个落后的人，这样两个人才可以并驾齐驱，一起的往前走。大家可以看一下羊，就是这两只这个手。臂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发出一个很大的能量。我觉得其实就代表说，你们两个人在关系的前进上，他有意识到两个人必须要，你快一点的时候，他就慢一点；他慢一点的时候，你就要快一点。所以两个人在这段关系上，就是说要互相帮忙啦，因为两个人都还在关系中学习，在关系中。成长，所以两个人必须要互相看见自己的不足，跟对方的需要帮忙的地方，然后愿意虚心的去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这样子其实两个人的关系是有机会走到非常正向，然后非常这个光明的这个未来。好。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多时候你们这一组，这个人啊，你跟他相遇，他跟你相遇，你们的这个交汇的过程中啊，其实内在都对。就是彼此都对彼此的内在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看见你们两个的内在其实都有在成长。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多人你们是这种有分分合合，或者是藕断丝连，断联之后可能又会再复联。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维持这个朋友的关系，有的人则是会好像进一步的互相试探。觉得这一组有一种彼此经历追跟逃的这个过程哦，让彼此内在其实都有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受伤。但是呢，你们两个却都不愿意放弃哦。明明就是在这里面呢，
因为有的人其实碰到的这个难关呢、他觉得走不过、跨不过，我就放弃了，我没有必要再坚持或浪费时间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可是我觉得这一组你们就是哦，好像冲撞了、碰到了，就是冲撞了、流血了，头就是好像冲破头了，但是又觉得舍不得放弃，甚至在这个绝望中，还是有一种我就是要在绝望中很倔强的坐在那边等等看会不会有什么奇迹的感觉哦。双方都有这样子的能量哦。那其实如果要说他对你的感觉的话，我觉得他其实会感谢你在人生中有遇过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然后也因为你，他开始去思考，他开始去看见很多不一样的自己，以及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面貌。你们两个都因为跟对方的相遇，好像慢慢的了解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以及最真实想要的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想要让这段关系圆满和谐的那个想法。这个圆满和谐，我觉得有的朋友可能是从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然后恢复成一个比较友好友善朋友的关系。有的人则是呢，会想要进一步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展、重新发展。那有的人呢，则是如果你们现在是在关系中的话，他绝对会想要推进跟你们有一个结合，有一个可能结婚啊，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好，那如果呢这一组的朋友听到这边哦，你们内心呢，其实也有相同，对他有这种相同的感觉、相同的想法的话，我想要告诉你哦，其实我觉得他内心还有一些些的挣扎，就是他并不会想要完完全全的跟你们说断了就断了。我觉得他内心对于你们关系中先前的误会没有说开的事情啊，他其实是有一个遗憾在的。那他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之后有机会，他希望可以去讲开，不希望这段关系好像忽然分裂，或者是忽然吵架，就是断在一个不明不白，没有这种很完满的结局。他希望会有机会继续延续这一段关系的。当然呢，他也知道两个人可能曾经都因为这段关系，现在里面彼此有一些挣扎，有一些痛苦。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是负气不跟对方联络，或是对方负气，把你们的账号拉黑，然后封锁、删除，然后最后又加回去，种种这种反复的动作都有。那有的人可能封锁了之后又忍不住，去想要偷看你等等，这些都有。就是我看到你们双方都有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双方内在都有受伤，都有心碎。可是我觉得不要把这个心碎当作是关系的一个尽头，不要把这个心碎当成是关系的一个终结哦。我看见这里面还是有希望的。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走过一扇门，就是跨越一个关卡，跨越一个艰难。之后呢，迎向另外一个新的开始。你们前方其实是有一个永远，是有一个未来在等待你们的。只要你们两个稍微再往前走一点，然后再往前走一点，再坚持下去，我觉得终究会突破一切的阻碍，然后带着过往的你们那些记忆回忆，迎向新的旅程、新的终点。不管你们所想要的那个终点是什么，那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机会的。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呢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者是分享。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对你的感觉。好，宇宙协助抽牌，感恩宇宙。Four Swords, Four of Cups, Child of Pentacles， 月亮逆位牌 ，Three of Pentacles。
好，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6张牌哦。我觉得，选到第2组的朋友啊，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哦，看起来你们目前有一些些的距离哦，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可能有一些隔阂，或者是说没有那么的顺畅，彼此的心意没有办法完全的传达到另外一方。好，那这个人我觉得他其实会想要更了解你，包含了解你现在在做什么，还有你现在的这个心思想法，以及对他的感觉，很奇妙。就是如果你们在问他是怎么想你的，好，其实我觉得对方也会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想他的，你在别人的面前是怎么评价他的呢？然后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好像都各自有发展的，就是各自有那种可以发展的对象，你们身边的桃花都是有的，都不缺的，或者是说都有人想要去接近你们，对方也是，就是说你跟对方哦，人缘都不错，好，都可以有其他的发展对象，可是看起来你们和对方都没有要很认真的跟其他人去发展，也许是寻寻觅觅之后，觉得没有找到适合的，或者是说暂时其他人没有这么吸引你们。好，我觉得对方也是，对方有可以发展的对象，可是他目前好像也没有很认真的在去真的想要跟某一个人谈感情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看起来他对你是有兴趣的，然后好像有一点想要小心翼翼的靠近。但是他在接近你的过程中啊，感觉到有一些阻碍，有一些隔阂，或者是说你们2个曾经在一起过了，曾经已经发展成恋人的一个关系哦。可是呢，好，他真的要跟你往下更发展，或是关系往更深入的这个方向去谈的时候，我觉得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好像有什么东西阻碍在你们的前方哦，有一些点就是磨合不过去，2个人都会反复的在同样的问题上争吵。好，那看起来有一种双方都累了的感觉，双方都累了，想要休息了，想要暂停了，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哦，这一组有一种心累心碎，然后想要稍微休息一下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目前的心思哦，爱情并不是他人生中的全部，爱情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他有他想要去寻找的梦想跟目标。那如果问爱情里面你们占多少呢？我觉得这个比重绝对是有的，而且分量不轻哦。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一组朋友来问分手断联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把你们当作是某一个基准点，把你呢去跟他之后认识的人在心里做一个衡量，在心里做一个比较。那有的并不是说要看谁优谁劣，而是有什么样子的不同，他会以你为一个基准点，去跟他之后认识的人去好像相以这个衡量，然后给予不同的评价。那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他对你们的评价蛮高的。有的朋友你可能是他目前所遇到的某一个择偶上的天花板，就是你有一个特质哦，或者是你有一个强项是非常吸引他的，可能是你们的这个外表就是他非常欣赏的，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声音，你们的笑容他很喜欢，或者是你跟他有相同的一个兴趣，然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兴趣，或者是就是你能够去安抚他的情绪。
那有的人呢，你们可能是这个赚钱能力不错，或者是说头脑很聪明，很有内涵，那对方很喜欢，而且我觉得对方也跟你们说过，他欣赏你的地方绝对是有的。然后对于这一点啊，好，他的感觉现在也是始终如一，他还是仍然像当初那样子的欣赏你的这个特长强项，仍然像当初那样子的敬佩你们，然后他也觉得你们是会那种自己发光发热的人，他其实蛮喜欢这种自己有目标，然后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然后你们的身上的那个特质哦，就是他喜欢的。那这边有一张月亮的逆位牌，感觉像这段关系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中有一个失衡的感觉哦。那看起来是走着走着，有一种你们比较像是去仰望他跟配合他的人，你们会去在意对方的这种一言一行，还有可能他社群媒体上的这个上线的时间，你们看起来会去在意他的讯息，而且去寻找这个隐藏在文字背后是否有一些暧昧独特的意涵哦。我觉得因此啊，你们的这个情绪的波动会受到他一言一行所影响。那就对方而言呢，好，对方是怎么样子的感觉呢？这张月亮牌啊是一个逆位牌，那它画的是满月，所以这个满月啊，不管你是正向看或者是逆向看，它其实都是一个圆。所以我觉得对方对你的感觉其实就很像是，绕着这个圆圈走。那假使你们现在分开了，可是就是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走，最终还是会在某一个点聚首，对不对？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你跟他就是有一些冥冥之中的牵引。有的人会好像就是命中注定一样，即使你跟他分开了，可是又会不时的去听到他的名字，或者是听到他的讯息。我觉得对方也是，他就会不经意的想起你，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哦，可能会不经意的相遇，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实体的，就是会有这种巧合的机会。你会看到一个跟他有关联的一个东西，然后对方也会看到，可能是你看到某一个人背着同一款包包，然后他也曾经拥有过那个包包，那他呢也看到某一个人他用了什么样子的东西是曾经在你身上有用过的，可能是一款香水啊，或者是说某一个款式的包包等等的。就是呢，我觉得他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看见令他想起你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讯息，或者是你们就是会在某一个场合，在聚首，不经意的遇到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它引起你们的情绪波动的同时，你们也让他的内心好像没有办法安宁。我觉得这个人哦，他对你的注意力其实越来越强，他想你的频率也越来越多，有一种你会让他心痒痒的感觉。那一方面也是，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个蛮注重而且在意自尊的人。你们虽然喜欢他，但是你们并不会喜欢到好像完完全全失去自我，完完全全把自己低到那个尘埃里面，就是任他践踏。我觉得你们不是这种人，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得到你，因此他内心其实有一个挑战欲在里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它 is Four of Swords， 一样哦，在下方的这6张牌
我觉得我再一次看到关系的失衡，不过比较不一样的是，我觉得这个失衡失序哦，有一种一开始是你们刚刚说过，你们关注他比较多，你们在意他比较多，然后他的一言一行会让你们寝食难安等等。可是我觉得下面的能量看起来，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展，随着时间的这个递延哦，你们在他的心中的分量越来越多之后，我觉得这个失衡有一种颠倒，就是他在意你们的时间越来越长，你们越来越能够去引起他内心的波动，那反而是你们这边哦，从那种对他非常的在意在乎，常常的想他，到你们开始专注在你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慢慢的好像去看他的这个讯息呀，然后等待他回应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然后反而是对方这边哦比较主动要来知道你们的一些讯息。那这下方的牌看起来就是你们曾经给他了非常多的这个关注注意，也给他非常多的爱，也蛮愿意去这个退让的，就是愿意去配合哦。可是呢，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个像高塔一样这样子的可能突如其来的事件，措手不及的事件等等的，造成的这个比较和谐共鸣的状态，就是你们愿意去努力维持这个状态被打破了，所以我看见你们有一种受伤跟心累，然后你们抽离，你们逃避，你们对他的这个关注力跟注意力慢慢的减少了，这个人不得不从他的王位宝座上走下来，因为他的王位，他能够去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姿态，是你们去让步的，是你们愿意把权力下放给他的。好，那今天呢，你们收回你们的注意力之后啊，他其实就像一般人一样了，好，他其实也知道他能够在关系中可以掌权，是因为你们的配合退让。然后当你们把这个情感抽离，或是完完全全淡出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惊讶，或者说惊吓，就因为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人缘也不错，然后是感情中的常胜军吧。那你们却是这么不容易被他捕获。所以呢，他觉得，咦，怎么跟他想的这个剧本不大一样？或者是他觉得你们会一直想念他，为他伤神，可是你们好像已经到了另一个层次、另一条路上了。这个也会让他疑惑，想知道你们究竟在干嘛。那我觉得在这个能量中哦，他对你的感觉比较像是他想要去保护你们，他觉得你们还是那种比较容易被骗、被欺负、被伤害的，就是跟他比起来，我觉得他会觉得说，他能够比你们看得更远，就是可能你们计划了一步，他已经能够想到这个10步之后的那个方向了，就是他能够想出未来可能有哪些会发生的这个事情哦，他可以先去做计划、预防以及提醒你等等。他觉得他是比较聪明的，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其实蛮在心中牵挂你们的，他常常会无意间想着说，你们现在睡了吗？你们吃饭了吗？你们在干嘛呢？你们身边有其他在发展的对象吗？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时的会想到你们，特别是在他这个工作忙碌、空档休息下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各种的思绪就浮在他的脑海中。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抽出智慧神谕卡，深入的再看一下对方的感觉，好吗？好，第一张牌是 Why， 为什么？那我觉得，如果是暧昧的朋友来看这一组的话，他其实有一种
就是心里真的被你们勾动了感觉，就是他基本上弄不清楚他到底对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份情感，然后甚至呢，暧昧的朋友来看这一组，他可能也就是对于这段关系究竟，你们两个究竟是要该前进该后退，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到底要如何定义彼此，他有没有资格给你更多的关系等等的，他其实弄不懂搞不懂，但是内心又非常的受到你牵引，又非常的挂念你，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在自我思考的状态。那我觉得等到他想清楚了之后，等到他知道他应该如何行动了之后，他自然呢会向你走过来。那这一组的朋友，这个人他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在感情上有他自己想法的人。那刚刚说到，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算是有事业心，有他想要去忙碌或者是想要经营的这个副业啊、兴趣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他对于感情的事呢，他是有放在心上的。可是这个外里面还包含了很多他的人生的一个大灾问，就是我觉得他在人生中的其他方面哦，还有他本身在意的那个事物上，他也是花了蛮多心思的，再去想，再去厘清哦。感情哦，跟你们的关系也是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要等他一些时间，让他去想明白很多事情。好，那如果是分手断联的朋友，外这一张牌呢，我觉得有一种代表他会在问上苍说，两个人曾经能够走在一起，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之前经历的种种，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令他刻骨铭心的。曾经呢，你们两个关系有多美好，在破碎之后就令他多心痛，所以他常常会想说，为什么两个人会走到心中，走到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他其实是蛮想你的，想你的时候也会很心痛的，因为其实你们在他心中的这个地位啊，真的位置啊，是真的有一定分量的。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好，这一张牌呢是金银岛。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其实现在还蛮努力在他的这个工作跟生活中，就是我觉得目前他的工作跟他的生活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学业上，他放了蛮多的注意力在上面的，而且我觉得他对于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现在是有一些担心跟顾虑的事情，因为他对于他的未来，他有想要去达成的目标，然后我看见他很努力的去想要把前方的路看清楚，他想要建立好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地位跟安全感。那虽然在感情上，我觉得他对你们有很深的这个依恋，但是呢，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更专注在他的这个工作、学业以及外在的这个经营所以在感情上，他目前并不是很能够去敞开他自己。那我觉得他要在他的这个物质还有他的这个各方面条件都能够让他比较安心的时候，他才能够愿意好好的敞开自己去谈感情。大家知道金银岛这个故事啊，他的这个主角小男生只有10岁他本来是一个很胆小害羞的小男孩，他也没有想过他有一天呢，既然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寻宝。直到有一次，他就是无意间得到一个藏宝图，他将藏宝图交给当地的船长还有医生，那船长跟医生就带着这个小男孩一起去寻宝，一起去探险。后来呢，小男生发现这艘船上混入了一些海盗，然后呢，他们就是想办法运用机制来击退这些海盗。
即使当时呢海盗的人数比较多的，然后他们这个船员人数比较少的，但是这个小男孩他也非常的勇敢的去抵抗，然后跟他去周旋，最终呢，他们成功的夺回他们的船还有藏宝图，并且成功的找到金银岛。在这个岛上啊，也发生了一些枪战，然后也有一些互相的这个争夺的情况，但是后来最后这个小男孩还是成功的找到财宝，然后也帮助大家把这个财宝带回家。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啊，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你今天在面对的这个人哦，他非常的想要去成长长大。我觉得他的内在原始的这个本身哦，可能是有他不自信、不安全感的这一面，但是他非常想要去实现他在这个人生中的一个理想哦，特别是他的名誉、他的金钱、他的地位吧，就是我觉得他想要被人家重视，他也想要透过这些外在的东西，让人家对他钦佩，让人家仰慕他。同时啊，他也希望他能够因此而提升他在你心中的一个地位。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人哦，如果他目前这个财务状况不太好的话，他其实是非常的焦虑，他心情也会很低落。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感情有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奢侈，感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多余。虽然呢，他蛮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你，希望有人可以陪伴，有人可以照顾，但是呢，他考虑到可能之前的一些相处状况，或者是他目前的一个状况哦，他往往会把这个压抑心中的压抑跟心中的这个想望跟渴望压抑下来。那假设你们又曾经分开一段时间的话呢，我觉得他也不大可能会主动找你，因为他也害怕他会影响到你。就是如果他目前的状况不够好的话，但是他心中确实是有在想你的。其实我觉得现阶段这个人呢，他其实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他真的很想要去达成一个他觉得会被大家认可的成就。好，来看一下。好 ，Fork in the road 这一张牌呢，我觉得目前呢，他的人生中哦，他在做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选择是一个对他的生命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接下来是会深深影响他人生中的走向，而且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哦。一旦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不可以逆转的，而且它好像这个选择也有一个排他性，一旦你走了 A 路，你就永远不可能知道你走了 B 路之后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他需要一段时间安静的思考，他要怎么做出关键性的选择。那我觉得现阶段他是有一些敏感，有一些脆弱的，所以如果你们两个目前有一些讯息的来往，可能他会容易去会错意哦。所以也许他会往一个比较负面的情况去思想，就是可能你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你明明就是想要正面的鼓励他，但是他却会去误解，就是他会自己去解读成不好的讯息哦。我觉得这是因为对方的内心有一些混乱，然后他需要更理性的沟通跟交流。那虽然彼此心中都有彼此，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他需要去怎么说呢？不要让外在的事物过度影响到感情跟这段关系哦。不要因为工作上的不顺心，或者是说他的一些经济家人的情况，而去动摇了这段感情的根基。要问他对你有没有感情，我觉得绝对是有的，可是他并不懂得爱，也不会好好的去爱。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不是一个天生就会爱别人，或者是天生就会去表达爱的人，那这需要去学习。那我觉得
他是有机会学得起来的，那他也会希望你们愿意给他时间去学习，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等候他，给他时间，给他尊重，让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他的这个路，让他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他在感情中要什么，以及要如何去给予。如何去接收，如何去给予，这个也是你们爱他的一种表现。然后，我觉得，分手断联的朋友啊，你们目前的这个状态，有点像是对方他会在考虑说，如果你们两个有机会再次复联的话，之前感情的问题能不能够彻底的解决呢？那你们的未来究竟能不能够继续走在一起呢？他其实有在思考，这个是他的选项之一，绝对就是跟你们复合这个选项是在他脑海中有思考的。可是我觉得他在做出决定之前停了下来，他还不确定他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虽然他内心很想要靠近你们，可是我觉得他的行动力没有这么的，就是他还没有跨出去，还没有在行动。那他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去解决他的问题，然后他本身也需要够理性才行。不过呢，我觉得你们在他心中的这个分量啊，你们在他心中的位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并不想要就这么断掉你跟他的连接哦。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呢，他有一点孩子气，就是呢，他可能做了一个选择之后，他其实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可能之前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可是他又好像不想要回过头来去道歉。就是明明知道自己犯了错，可是就是我要赌气，我就是要赌气的往前走下去。我觉得他过去可能知道他曾经选错了路，或者是做错了事，导致他现在又必须在这个岔路上再次停一停，再次想一想。但我觉得这个岔路也代表的是机会，也许你们愿意再次给对方机会。然后你们愿意等他自己想通，自己敞开，然后我觉得这段关系啊，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接下来就是对方自己的一个问题，他需要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成熟，自己去长大。你们愿意等他，愿意去尊重他的这个决定，其实也真的是对他的一种关心跟爱吧。然后这个人有这个人的课题，他必须要自己去解决，这个是你们没有办法去帮他跟去推他的。所以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就是要让这个人真的去从内心中去长出一个智慧，关于感情，他要如何好好的去处理，好好的去选择。好，以上呢就是有关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的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者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对你的感觉。好，起来抽牌哦。Nine of Cups, Six of Swords, Seven of Cups, 审判，Four of Pentacles。好 ，Garden of Wands。我们先看一下这6张牌哦。好，我觉得。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啊，他会觉得跟你相遇遇见你是一件很巧的事情，很像是一个命中注定。也许呢，你跟他就是常常有机会，在工作的场合中，在学习的场合中会被安排在这个同一组、同一个专案，或者是说呢，你跟他常常会在某一个软体、某一个游戏、某一个网站上相遇哦。那我觉得他
可以常常看到彼此，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被命运安排的一个缘分啦。然后啊，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刚认识还在熟悉的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会觉得他对你的感觉很像是他因为你步步的沦陷，慢慢的沦陷，然后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跟他长久相伴的人。那如果你们是在一起一段时间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一开始他遇见你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种会令他神魂颠倒的感觉。然后啊，他也一直以来感谢这一路上有你相伴。好，我觉得这一路上啊，其实你们有一些经历哦，有一些波折，并不是说一路以来这一条路都走得很顺畅。可是呢，在这样子的旅途中，在这样子的人生的高低起伏过程中，这种千兜万转的人生路上，我觉得对方看见你，就好像看见了一束光一样。你是一个令他会不断想要靠近、不断想要去回归的一个人哦。你的爱对他来说像是礼物一样。你们可以让他去做自己，同时啊，也可以让他去好像反省自己，看见自己内在的不足。好，大家看到开牌啊，第一张就是圣杯九。圣杯九这张牌其实有代表的，这种梦想的实现啊，还有财富上的一个成果以及理想的关系。那这边呢，出现的是逆位，它代表的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这个人在遇见你的时候，他有一种愿意放弃他目前累积以来所有的东西去得到你。也就是说，我觉得有的人呢，他在遇见你这个时候，他可能过去是有一段牵扯的感情，或者是说他身边是有伴侣，或者是他已经有累积了一些工作上的这种名誉声望、财富地位等等的，然后他今天呢，他会觉得说，我为了要得到你，我愿意为你去可能转换工作的地点，或者是我愿意去为你放弃我现在跟我在来往的这个人呢，我愿意去抛下我目前身边这个别人所倾羡的这些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呢，遇见你之后，对他来说遇见你之后，想要得到你的这个心情，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这个心情非常强烈，所以我看见他愿意为了你去可能移动居住地，或者是转换他的工作，或者是远离他的家人等等的，他是一个愿意去为你牺牲的人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宝剑六，宝剑六呢跟排除问题有关，然后也跟改变有关，一个离开旧有的状况有关，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人对你的感觉是，他愿意为了你，或者是愿意为了你们的这段关系去拼搏，或者是说去改变，即使这个改变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是一个不安，但是呢，我觉得他愿意去尝试，去看看，跟你走下去会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他也就是心里有一个蛮笃定，因为他从你的身上看见了希望，他会觉得说跟你在一起。不管这是不是一段受到众人祝福的恋情，他都觉得只要两个人专心一致的走下去，其实这个路呢是有办法越走越顺利的。就算现在有一些可能外人不理解的地方，他也觉得能够透过不断的沟通，或是透过两个人齐心协力去解决一些外在面临的一个状况，然后你们两个可以重新建立属于你们俩的一个模式，一个秩序吧，从混乱的状态中重新找到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秩序。然后呢，圣杯七这张牌我真的觉得这个人他好像戴着一个很玫瑰色的眼镜在看待你，就是
也许你们觉得自己有一些地方不是这么好，你可能觉得，我的身材不是很好，我有点胖，可是他会说，我觉得一点都不会，我觉得你这样子很可爱，或者是说你就是我喜欢的这个样子，或者是有的人呢，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目前的这个工作能力，或者是你目前的薪水还没有达到你理想的一个程度，可是我觉得对方会觉得，没有关系，慢慢来，不要急，他就是很欣赏你这个人，他的这个欣赏是奠基在我觉得他自己的一个评判，他自己的一个信念跟外在的这种世俗的价值，并不是这么的一一的被扣住的。我觉得这个人他有自身的判断的标准，所以在他的眼中，我觉得他对你的感觉是很好的。而且这张牌大家知道有一种就是想象的感觉，这个想象是代表说，这个人在遇见你之前，也许他不会对于人生有很多的做梦，他可能就是一天过一天。可是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好像人生他开始有了计划，开始有了愿望，他开始有了想做的事情。以前他可能不敢梦想说，我可以有一天拥有自己的房子，或者是我可以有一天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组织家庭等等的，就是他有各种的这种想法愿望，是遇见你之后，他觉得他有这个可以跟他一起去奋斗，可以跟他一起去建立的人，所以本来那些看似是白日梦的东西，本来那些看似是不可能的一个梦想跟愿望，我觉得把它慢慢的变得一个比较实际下来，他把它接地气而且踏实了。那我觉得这从中也产生了很多的欲望，对你的一个欲望，以及对这个世俗更多的欲望，这个欲望是推使他前行的一个动力。这些欲望呢，是让他好像更有活力的来面对这个人生了。我觉得你们激起了他心中的这种奋斗欲跟欲望，想要变得更好的一个动力。然后呢，我觉得牌面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有一种蜕变、救赎跟解脱的感觉。我觉得你令这个人从旧有的一段可能是不愉快的这个经验或者是旧有的一个感情的拉扯，那种让他不舒服的能量状态中脱离出来、解脱出来，然后他看见你，就好像看见了他人生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另外一个方向，他可以不用再被不舒服的事物纠缠，或者是他可以不用再停留在某一个无奈悔恨的情绪当中。我觉得他看见你之后，他好像就有了力量去往前走，往前去计划很多新的未来的这种展望，以及他接下来的这个人生他好像可以开始去做梦，他可以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对于这个未来，他开始有了一个可以新的实际去执行的那种目标吧。我觉得你的出现好像就像是一个天使一样，在他的生命中，真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ce of Pentacles, Seven of Wands, Nine of Pentacles, The Lover, Seven of Pentacles, Hermit 隐士牌。对耶，我觉得没错，你就是一个让他好像从黑暗的这种一个人很独处，一个人很沉思，然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我讲的是内心走出来，愿意去，你是一个愿意重新打开自己，重新去相信一段感情，相信一段关系，重新愿意去让自己敞开，让自己接受爱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一组哇，他对你们的感觉就真的很像是你是一个天使，然后你的出现让他看见了希望，也救赎了他。他觉得你是一个个性很好的人，就是在感情方面的这种对待，他感觉到你们是一个心性很好、很善良的人，然后他也相信他不会因为跟你相处受到太多的伤害跟摩擦。我觉得你们蛮愿意去体谅，蛮愿意去包容，甚至有的时候你们会去
隐忍一些自己没有那么开心的事情，为了去体谅对方哦。那我觉得你们这种个性啊，对对方来说真的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一个遇见。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现在开始啊，跟你有了一些想要往前进的一些动力跟计划哦。我们这边 Ace of Pentacle 金币一，它是一个种子，金币的种子上面长着这个翅膀哦。好，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真的很想要跟你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然后啊，这个天造地设是在别人外在看起来都觉得你们是这种学经历很匹配，然后收入也不错，然后是相当外人很倾羡的这一种。我觉得他蛮想要跟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吧，然后他也想要努力的把自己提升起来，因为在他心目中你就是一个蛮好的人。在内在的这个层面，我觉得他会想要让自己更加的强大起来，以便成为一个好的恋人，这样子他才能够去匹配你们。然后啊 ，Seven of Wands， 我觉得他不只有说而已，他的这个行动力也是有的。然后大家可以看见这张牌下面有这个6根权杖，它是在点火的，然后上面有一个这种亮亮的、速度很快的白色的这个权杖，它正在很快速的通过这个空气中，它好像在传达什么样子的讯息哦。好，我觉得这个人啊，对你是有爱苗的，在心中慢慢的滋长，然后火苗越变越大。他其实内心是有很多的情愫想要跟你说，特别是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两个是分隔两地，或者是说因为对方的工作啊，你们并不能够常常见面，可能他需要代勤，他可能需要假日才能够回来，或是轮班等等的工作的话呢，我觉得他对你的这个思念的情绪会随着你们两个朋友相见的那个时间会越来越增加他的那个想念。那他呢，我觉得他在想到你的时候其实是蛮热忱而且坦率的，他也愿意为了这段感情去奋斗。当然这个人啊，他有的时候和你们相比的话，他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有一点点的这种比较自我的一个想法，因为当他这种 Seven of Wands 跟这个金币一的这种性格结合起来的话呢，他会变成像是一个我想要什么东西，我喜欢什么，就会想要抢过来占为己有。那当然，如果今天你问的这个人他是你喜欢的人，那很好，就是我觉得他对你们就是很有占有欲。但是如果今天呢，你们对他就是还好，普普通通暧昧中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他的这个行动啊，以及想要得到你的这种想要得到你的这种心情跟的这种动力啊，也许会让你们造成一点压力。主要就是看你对这个人的感觉，如果你对他是有感觉的，那很好，我觉得他也是蛮想要去占有你们，把你们就是独占，然后视为他的唯一。那如果是暧昧的在观察这个朋友，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就是蛮喜欢你的，然后他也很想要多跟你有一些接触，然后他也不断透过外在条件的一些累积来去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这个目光，更多的一个目光，希望可以增加他自己在你心中的一个分量。然后这边呢有 Nine of Pentacles， 我觉得这个人是蛮想要跟你有一场可能浪漫的旅行，然后很愉快的出游，或者是去看这个两个人都很喜欢看的电影，就是他希望跟你有一个非常精致的两个人的时光，在这个独处的时间呢，可以做两个人喜欢做的事情，开心的事情，然后会有一种非常的
兴奋，然后又有一点点刺激的感觉。Nine of Pentacles 好像是一个门打开，里面有一个秘密花园一样，你们两个人可以在这段时光内更加的吐露彼此，然后向彼此坦诚。如果是这种断联又回归的朋友，我觉得他会想要跟你分享很多他的内心话，他的一些蜕变，以及跟你阐述从分开到复合的这段过程中啊，他想要跟你说什么，还有过去的种种，以及未来的一些计划。那我就觉得这个人他现在就是蛮希望有一段这样子两个人安静独处又静谧的时间，然后可以更深入的进行交流。这个交流当然包含了这个心灵的跟肉体上的一个交流。好，那接下来呢 The Lover 跟 Seven of Pentacles 这两张牌在说什么呢？恋人这张牌啊，它有代表着选择跟沟通的意思哦。同时啊，大家有看到两种，就是两个不同的光束在进行螺旋状的一个结合哦。我觉得这张牌有非常的平衡跟和谐，象征着你们两个人在宇宙意义上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结合，然后两个人的在关系中是非常和谐，非常具有吸引力，然后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这种光束的一个状态。你们两个的结合，以及你们两个对彼此的信心跟信任，可以赋予对方力量，就是他的一个对这段关系的一个信任，可以赋予你力量，以及你对他的信任，也可以增加他对关系的一个安全感。所以你们两个所建立的这种连结啊，是非常的牢固的。有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在谈这个接下来稳定恋情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谈到下一步就是结婚。那不管是你们要进入到恋爱关系，或者是说你们进入到婚姻哦，这种都是跟选择有关的。因为你选择了这个人，他其实就代表了一个排他性，你不可能再把你的身边的这个位置让给其他人，然后你也不可能再把你的时间花在其他人身上，所以他有一种非你不可、无可替代的感觉。还有他跟你在一起之后，他身边的这个位置就不会动摇，所以这是一个很稳固的这种连接哦。那这种感觉，我觉得就跟前面所谓的那种兴奋感比较不一样。它前面是有很多的兴奋感，有一种为你沦陷、为你想要放弃一切的感觉。那这边呢，我觉得有一种从他对你的这种感觉的变化，会从兴奋慢慢的往下加深，变成是一种希望跟你建立长久稳定而且安稳的这种关系。他想要跟你确实的有名分，确实的可以定下来，然后不会再去猜测彼此的心意。然后很多时候在这样子的关系的阶段中，很多的招数或者是很多的那种套路都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真实、很健康的连接，这个是对方心中所期待的。接下来呢是 Seven of Pentacles 这张牌哦，这张牌讲的有点像是人生的各种顺序啊，你种下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果。像这个南瓜一样，它上面有7个很漂亮的金币，那这个7个金币其实就代表过去劳动的那个丰厚的成果，有劳动就有得到，那这个付出呢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因为最后是有成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对于你的感觉怎么说，就是他觉得他投入到这段关系是会有回报的，因为他觉得你们的个性不是那种会辜负人的人，你们的个性不是那种就是只会接收别人的好处，不懂得回馈的人。然后你们也是那种很清楚，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你就会拒绝，你不喜欢就会拒绝，不会为了
想要对方对你好而一直去接收。我觉得他蛮信任你们，就是如果你今天愿意开一扇门，让他跟你交流，让他走进来的话，就代表说你也有想要好好的去认识他，或者是说再次认识他，因为你们可能有的人是之前已经暧昧过或之前交往过，所以他觉得一旦他有机会跟你交流，就代表你们有给他留了一条路，那条路是可以通往你们心中的那个门的那个路，所以他愿意去耕耘，他愿意去努力，他愿意去付出。我觉得他对于这段感情真的有蛮多期待的，那有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因为这些期待给自己一些压力，因为要种这么多的果实哦，他真的必须要去耕耘，所以他这张牌也有一种时间酝酿的感觉，他可能现在还在那个翻土的阶段，接下来要撒种，然后最后慢慢的浇水，才可以种出这么漂亮的一个果实。所以呢，我觉得从牌面上来看，也许这个人会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啊，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或者是说有些人，如果你们曾经有过吵架、冷战跟感情的破碎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又有一种我重新抱起希望，但是我有一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一点茫然。可是呢，只要这段关系还存在着一点点复合的可能性，即使我现在就是他现在很犹豫，他还是会想一点，他还是会去想办法去耕耘，让这段感情最后是能够开花结果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智慧的神谕卡，还有什么话想要告诉我们呢？A change in the wind， 在风中有发生了一个改变变化那斑马的这个条纹黑白相间，它是一个静止的。那其实这张牌想要讲的是，其实人世间的很多的事情它并不是像斑马的条纹一样，就是黑白分明的，它是有灰色地带的，而且世间的一切关系、一切事物，它也有变化，它不会永远都静止在那里。那这件事这张牌要说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你们过去特别是那种分手、断联、吵架的朋友我觉得这张牌告诉你们，会有改变的，会有转换的余地的。其实目前你看起来这个外部的一个状况跟你心中的理想并不符合，并不同步可是，我觉得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你继续往前走，继续前进，即使遇到暴风雨，你们也要相信这个只是暂时的。暴风雨的出现只是要为了清除这段关系中的一些阻碍。当暴风雨过去之后呢，天气会变得更加晴朗，你们俩的关系会变得更加清澈透明。那我觉得对方的这个心意在这张牌中也是有一种他对你的感觉已经发生了一些肉眼看不见的变化，虽然看不见，可是确实有一种微妙的情愫在流动，他正在为了一些事情做准备，即使呢这段路途可能曾经已经遭遇过风暴，或者是说可能要面临一些风暴，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他都不会害怕，他都不会去退缩。这当中有一个不确定性，可是也有一种我要在这个不确定性继续往前走的这种决心无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假使是好的，那就很好，继续的朝着目标前进。那假使是不好的，其实只要暂时避难就好，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这些波涛汹涌的这种海浪，或者是狂风暴雨，其实提供了你们两个一起成长的机会。也因为有了这样子的险阻，也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好像两个人会在这个暴风雨中更加坚定彼此对彼此的心意。有的人是因为分手之后
来更加确定这个人对我的一个重要性，在他这种孤单的隐士的这种状况下，他更加明白你对他的一个重要性。有的人则是在低潮期的时候，特别的想念过去你们对他的这个好。好，我觉得这张牌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卡。好。To the sea， 奔向大海。好，这一张牌呢，其实想要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人他目前对于这段关系，就是有一种要顺其自然的感觉，要顺其自然，看他怎么样子的发展。刚刚说过嘛，他其实有想要那个怎么说，尽人事听天命，他有想要去做一些尝试，有一些努力，但是呢，他也知道有某一个部分并不是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掌握的，因为在这个关系中，他只能做到的是50%，另外50%他要邀请你一起进来。他现在驾着这艘小船，他想要去找你，但你愿不愿意坐上另外一个位置，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展开这个旅程呢？其实决定权也要看你。我觉得他有一种不强求，尽人事听天命，然后有一种哇，我要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想要邀请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踏上人生的旅程，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看遍人生中的风景。当然在这个路途中，他并不保证永远都会平顺的，因为有可能你们会遇到这种暗礁，你们会遇到这种波涛汹涌的海浪，你们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大雾迷失看不清方向的时候，但是他就是想要跟你一起经历种种，想要跟你一起品尝人生中的苦与甜，酸甜苦辣。如果你也愿意，他真的很希望可以邀请你坐上他这个小船中的另外一个位置。那他也希望透过你们两个人的结合，可以更加发现，或者是说抓住很多的机会，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变成一个团队，就是彼此是彼此的好队友，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中一起经历潮起潮落。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自然的一个循环，你们俩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卡关，不过他相信这些关系上的这个卡关磨合，有一天还是会再次松动的，有一天这个水还是会再次流动的。所以我觉得他对你的这个感觉并没有因为时间，因为距离，或者是说因为外在环境的阻碍就减少。他可能会从这种就是很怎么说？它可能会从就是水管的水很流畅，但是呢被挤压到剩下只有一点点的水从中流过，但是这个水还是在的。等到有一天那个大石头或者是这个压住水管的东西拿开之后，它的这个爱就会很汹涌的向你喷射过来的感觉。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张牌咯。好，最后一张牌 Serendipity。 好，这张牌是这个不期而遇的美好，有一种你是他生命中的小幸运，最想留住的那个幸运的意思哦。然后这张牌有一种这个就是一种主动力，就是虽然很幸运，可是它是有一种主动去追寻这个幸运的能力。它包含了一个主动追寻，跟它具有这样子的能力，它具有这样子的眼睛去看见你是这样特别的人，你是这样子美好的人。当然还要有这个机缘，它能够去认识你。
就像是天助自助者一样，如果他没有主动的去把握降临到他身上的机会，可能你们两个就会这样子的错过了。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这段关系啊，真的是有种种的巧合，以及可能一些的擦肩而过、错过。但是呢，最终的这个错过，或者是说曾经的擦身哦，它是可以透过他的主动，最终写下一个很好的结局。这张牌有点像是就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他是因为意外被苹果砸中之后发现万有引力的存在。那如果呢，他今天是被其他的水果，就是过轻或者是过重的水果砸到的时候，他会不会再激发出这样子的灵感呢？或者是这个苹果去砸在别人身上的话，这个人他会不会想到万有引力呢？他会不会得出这样子的理论呢？所以这真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才会产生的一段感情，才会产生的一个情缘吧。恰恰好好，在千万人之中，恰恰好好，他遇见的就是你。有一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你们两个彼此相遇了。他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很难得，也很幸运。然后我觉得他真心想要好好的去把握住，他也希望他是那个最最幸运的人。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